我本人也是在上表演课当中被许杰辉老师要求参与集体做配音的学生之一。我当下就感受到，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的练习。不过，我觉得当下大部分人是觉得说，一难得遇到知名人物的指导，要好好珍惜；二就是学费很贵。我必须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许杰辉老师指导我们做这样子的演技训练是非常不合适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小丹与专家，我是小丹，他是专家。不委屈，不委屈，来转一下。相信大家看到今天的标题就已经知道了，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蹭流量的啦。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一则新闻，非常的惊讶。这是2023年6月10号傍晚的新闻。艺人许杰辉近来卷入性骚扰风波，在15日下午自行在个人脸书表示退出演艺事业，深刻反省。许杰辉日前卷入性骚扰风暴，遭学生指控在上表演课时要求学生练习集体的配音。后来其他演员也跳出来指控，多年前曾遭许杰辉性骚扰一事。为什么看到这篇觉得很惊讶呢？我本人也是在上表演课当中被许杰辉老师要求参与集体做配音的学生之一。那今天接下来呢，我只会分享我有亲眼看到、亲身参与过的情况。在2011年呢，我报名参加了10娱乐所举办的明星艺能学院。它是一个为期3-4个月的表演课程。那每个礼拜会邀请到很多知名的老师来帮大家上表演课。我记得报名费是4万5，你当然真的会觉得说要付钱了嘛，一定要认真上课。每一堂课都要跟全班大概30几位同学来竞争抢夺表演的机会。说真的，在那几堂课当中呢，我真的在表演方面学到了很多技巧，跟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所以呢，以下还是称呼许杰辉老师。许杰辉老师大概帮我们上过了3到4堂课，真的就是非常让人惊为天人呐。大家可能对于许杰辉老师的定位都是比较在喜剧上的角色，但其实他在表演课当中，无论是搞笑的、学术的，或是残忍的、恐怖的角色，他真的都1秒到位。当下是真的觉得很震撼啦。不过接下来就开始当着我们学生面前讲了一些，我就是在讲同事的坏话的事情。他有说，你就是非常不用心，每次来录影都只是吃个便当，都没有做准备。虽然非常会演戏，但是他只要不化浓妆，他就不会演。在这些抱怨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实际的部分啦。接下来老师就开始指导，在不同的台词，在不同的情境上，一个演员所需要做的声调的转换。他当时举出一个例子，正在切腹当中的日本武士。切腹呢，就是要先横的拉过去，然后再直的往上。当人体体内的气腔受到破坏，有外部的空气进入的时候呢，那你的发声会有什么样的转变？相当 hardcore， 但是我当下是真的看得一愣一愣的。接下来他就开始找同学来表演。当时只要有任何老师请大家自愿上台实习的话，一定全班都是这样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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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我记得那一场大概是6、7个人一起上去，那我们都微微坐在教室的中间，然后其他20几个学生在旁边看我们。许杰辉老师突然下一个题目，我参与过的那场题目刚好就是新闻所报道的集体教，大家就真的很认真这样子叫了大概2-3分钟左右吧。我必须要说，我当下是非常认真的在表现了。第一，我确定当时的流程是同学先自愿上台之后，老师才讲出要表演的题目。所以呢，其实当下大家是有一点错愕，没有想到要这么 hardcore。大部分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是蛮认真在表现的。在我对面有位女同学，她非常非常认真，放飞自我。我也记得当时在我旁边也是一位女同学，她是我们班的班代。他从头到尾就是不敢出声，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表情是这样。我当下就感受到，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的练习。不过我觉得当下大部分人是觉得说，一难得遇到知名人物的指导，要好好珍惜；二就是学费很贵。我记得第1堂课上完了之后啊，真的有一些同学去跟办公室表达，就是他们的不满啊、不舒服。在第2次许杰辉老师帮大家上课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同学就没有参加。不过毕竟名目上叫做明星艺能学院啦，实际上也是盈利机构，当然是不退费的。反过来骂我们说都不好好珍惜这种表演的机会。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个人的意见啦。
我必须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许杰辉老师知道我们做这样的演技训练是非常不合适的。我觉得如果指导的内容在一开始就有事先通知大家，在所有的学生都同意，而且所有的学生都成年的情况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今天要是这门课叫做成人戏剧指导，那就没事了嘛。因为比较恐怖的是我们那一班级里面的年龄差距非常的大。我们30几个人的班级里面呢，其中有2位大概50岁左右的妈妈，以及有1位当时才国2的小女生。我其实不记得她那一天有没有来上课。我记得那个小妹妹在某一堂课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她以后想要做卡通声优。再来就是对于许杰辉老师的指导过程当中啊，他在上课的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其他同行演员的缺点。因为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是觉得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啦，在背后说人坏话总是不好的嘛，对不对？我们那期课程当中呢，还有其他很多很厉害的老师，像是有郎祖筠老师、房光耀老师、唐崇盛老师，其他人都没有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从那一门课到今天也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了，在这个10年当中呢，我当然也成长了不少啦，所以现在回去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太一样。今天看到这则新闻呢，当然在震惊之余，也非常同情就是出来指控的女演员，你要站出来讲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在全台湾或甚至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具备跟你们一样的勇气，让我们可以在两性平权的路途当中，大大的再往前迈一步。好了，谢谢您收看今天影片。那今天就只是一个很难得的时事的分享啦。那今天影片内容跟本频道风格完全不相关。来 ，X 来，过来。非常感谢您的订阅、在留言分享。小丹与专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在大家一起配音完了之后呢，许杰辉老师对于我发出来的声音，他的评论是：太夸张了，怎么可能有人会爽成那个样子？哎呦，上去啦！好，终于来了。